早上好。哎，你还不好意思把它踢开了？好，不打扰你们啊。7点钟了，今天起来迟了啊。今天还要接着和大伯进山去管理蜜蜂。现在你就别往中间挤了，你就是个电灯泡了，是不是咪咪？对，你下去。好啦，下午回来啊。你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块什么蛇皮吗？这个虽然我看不出来啊，但是它能在这里，我基本上10有8九确认它是毒蛇。只有那些烙铁头啊之类的蛇啊，它就喜欢往这些岩石缝隙里面钻。所以经常在这里养蜂啊，收那些岩石缝隙的时候，比如说像除这些害虫的时候，这些它是吃蜜蜂的啊，经常就烧出一条蛇出来。这些箱子就是用废弃木板做的啊，自己钉的啊，钉一个简易的啊。今天跟着你检查过去。现在是差不多快7点40了啊，早上温度还比较低。这是村里老人砍的柴火，放一段时间不搬的话，全部长鸡冠菌了。这种的话一定要下雨啊，温度湿度合适的时候，它生长速度才快。都是鸡冠菌啊，密密麻麻的。慢点了，这花了啊，还在那边啊。这是去我们镇上的公路，在公路边上啊，这样也比较方便一点。这里本来是摆了一群蜜蜂的，就摆到这个位置，大伯又搬回去了啊。要不然这个地方无论是诱蜂还是养蜂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。跟这边过去，然后一排跟那里上去，差不多放了17、8群吧。具体多少群也没一个具体数量啊，因为点太多了嘛。这头你也背卷去的？转开的。背哪去的？背到过30路过下公路边边。啊，都背回去了。以后真的不要背了啊，背哪块就背哪块养就是的。去到公路边上方便些嘛。啊，这儿也方便，跟公路也没好远，硬要摆公路边上。大伯说，就是在我们保护区的公路边上让你去了。像这个下雨天爬就非常小心。这群蜜蜂是清明节那个时候又来的一群野生蜜蜂。没戴帽子啊？搞晚间的。啊，没戴帽子就我来。啊，你把揭开去就是的。那就我来吧，要不然的话他没戴帽子啊。长虫了，那就得处理一下。一般长虫了，我都不用药物，就是把多余的巢皮，它护不住皮了嘛，然后把多余的巢皮的话把它去掉，让整个蜂群能够护得住皮，然后的话再把下面的蜡渣把它清理干净就 OK 了。大伯今天忘了戴蜂帽了啊，轻点啊。这种的话都是废弃的杉木板啊，下面这种是模板，到时候建房子还会有不少的那些废弃的杉木板，都把它钉成蜂箱啊，都是采取古法土养啊，让它造的自然巢皮。会的，看地下未免。下面如果有一点不稳的话，偶尔来一只野生动物啊，这里面经常喜欢住野生动物，稍微这样动一下啊，下面失控了嘛，就会滚下去。这个在公路边上其实也很方便啊。我放蜜蜂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公路边上啊。你像那边过去，这边过去都有，所以的话，往下面搬的话也很方便。这种是木酱子的花蕾，这种开花了之后，用这种花来炒腊肉、煮鱼是非常的香的。还要一段时间开花啊。这种是油桐。
这到我们这边的茶园了。今年的油桐不怎么结啊，这种桐子打的油是不能吃的，一般就是我们这边啊都是用来漆家具的，就是当做家具的油漆一样了，就是防腐防水。这是我们村里的水池。水都不出来的啊？那还说没水啊？整个村啊都是用这一个水池基本上用也是够用了啊。这种是阔叶猕猴桃，这种是非常涩口啊。今年结的还可以啊，你看那里。和野生猕猴桃就是大个的那种啊，成熟期是一样的。把甜笑草割了，第一次割甜笑草喂鱼，看一下吃不吃。割了之后，然后的话再给它浇一次水，再施一次夜明砂。那么牛根呢？这豆腐把毛叶子好酱哦。天气冷了啊，草鱼又少，只有40-50尾草鱼，有这一把应该差不多了啊。那明天过来看吃不吃吧。听说这种鱼是很喜欢吃啊，适口性比较好嘛，营养价值比野草也高的很多。有吃鱼不？有看电视。有啊，有的。自从这里放鱼进去之后，大伯都养成一个习惯了，几乎每天他都要来检查一遍。到目前为止啊，一条死鱼都没有，40-50尾草鱼，100多尾鲤鱼，还网购了15尾大头鱼，目前一条都没有发现有死亡的啊，那说明这个水质是非常适合养鱼的。刚才又喂了差不多3-4斤菜籽饼啊，只是现在鱼的食欲和之前比较起来已经大打折扣了。食欲非常的差啊，我估计再过段时间它们都要停食了，生长应该也要停滞了啊。那现在弄一餐野菜回去做午饭，有吗？外面？看见没有？没有哦。这个季节的野芹菜啊，这个就是分节这个地方啊，很容易藏蚂蟥。但是目前没有啊，好久没吃野芹菜了。那弄一餐野芹菜回去。这种的话，一般来说都是在农历3-4月份，差不多就是犁田那个时候啊。那个时候的话，它长得比较高大，比较嫩，比较饱满，吃起来好吃。这个季节的话都枯萎了啊，停止生长了。但是的话，弄一餐菜啊，还是很容易的。等各家都把这背骨够了。是啊。上面冰箱里啊，提剩那么点背骨嘛。那等下回去就下排骨吧。这种灰白毛梅的成熟期非常的长，主要就是它开花啊，不是一次性的全部开，一次性的全部结果，它就是向阳的地方先开花先结果，然后的话稍微背阴一点的地方的话，它就后开花后结果，所以整个成熟期有3个多月。这种也是可以放心吃的一种野果。就是口感不是特别好啊，比较酸。甜的话有，就酸甜那个味道，酸大过甜了啊。你看，这种也是一种很好的蜜源植物，开花的时候蜜蜂很喜欢到上面去采蜜，而且这种蜜的质量还是不错的。你们看这个像雪一样是吧？想在地上捡一个猕猴桃吃都捡不到，这种是带毛的。熟一个被野生动物干掉一个，下次带一个工具来摘一点吧。都是硬邦邦的，那几个大，就像人工种植的一样。野生的这么大的很少见啊，那个也不错。网购了一个摘野果神器啊，是粉丝朋友给我推荐的。
到时候看好不好用啊，好用就多摘一点。我回来啦！铁头，铁头，哎，铁头今天去哪里了？大黄，虎妞，铁头嘞？每天的运动量都比较大，所以饿的也比较快。摘了一把野芹菜，今天的话就煮辣排骨。中午好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懂啊，在骂我吗？现在真的是形影不离了啊！就连咪咪现在每天晚上和早上也要下来一次。说好今天是多云嘛，怎么又乌云密布了？今天的食材有姜蒜、辣椒、2个鸡蛋、西红柿、1盆野芹菜，还有这一点上次没吃完的猪脚，已经煮过2次了啊。好，今天的主菜猪脚。这个猪脚已经是煮过2次了啊，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冰起来的，刚刚才拿出来解冻。香啊，已经全部煮熟了啊，然后再加点水，因为等下还要下野芹菜嘛，再煮一次。野芹菜 ，OK 啦。1锅辣猪脚煮野芹菜，这边还有1碗西红柿鸡蛋汤，1菜1汤啊。好久没吃野芹菜了啊，一般来说都是在春季的时候吃，这个季节全部停止生长了。很香，野芹菜而且还很有嚼劲。我们这边叫的许芹菜，就是很喜欢长在那些荒废带有水的那些水田里面。但是和春季的吃起来啊，口感也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，春季的更好吃一点。这种的话，腊猪脚算是老腊肉了啊，熏制了好像4、5个月了啊。这是猪拐拐上面的肉啊，都是很红的。老腊肉的皮子都是这种颜色啊，黑乎乎的，就是那个拐拐，上面基本上一点点肉就是皮子，但是这个拐拐本来就吃皮子嘛，皮子是很有嚼劲、很香的。去年熏制最后一批腊肉的时候，我在视频里面说嘛，我说今年就熏的年后嘛，就说留一批老腊肉。但是呢，就是之前给我买腊肉的朋友呢，很喜欢我们这边腊肉的这些口感啊，所以的话，他们一直要求卖给他们，然后全部卖了就没有留老腊肉。我自己也没留多少啊。今年的话，无论如何要留一批，腊肉、腊猪脚、腊猪头也要留，要熏4、5个月、5、6个月，整个熏的黑不溜秋的那种。熏制时间比较长，特别是用茶树材啊，熏制时间长的那种特别香。你像我昨天视频里那位老奶奶90多岁了，她每年吃老腊肉要吃几十斤，老腊肉她一个人啊，她独居在那里，一个人吃老腊肉要吃几十斤。其实大伯每年也要吃那么多，喜欢吃那种老腊肉，很香很香。如果说没吃习惯老腊肉的啊，我有位朋友，之前我给他寄了一块老腊肉。他说吃起来有点上头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本来说下午要去山里继续检查蜜蜂啊，但是的话，现在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。小铁头和小六没回来啊，然后我就想起昨天晚上下半夜的时候，昨天晚上编辑完视频快1点钟了，然后到外面看他们都不在外面，他们就在我
大梅旁边那个岩洞里面，大黄、小六、虎妞、铁头它们都依偎在一起这个岩洞里面。我们这边海拔高嘛，所以昼夜温差很大。你像白天的时候，我这里面穿了一件秋衣刚刚好，但是到了晚上要盖棉被，不盖棉被就冷，所以的话就提前把那草帘子支起来吧。就像去年一样，支到厚厚的那一个草帘子放在岩洞里面，它们全部睡在上面，很暖和的。哎，那些家伙都走了吗？不应该呀，大黄和虎妞去哪里了？虎妞，你个铁头，你今天玩到山里面去了，还是独自进山的？哇，掉了一块石头下来，像这一块石头啊，从上面几十米掉下来，掉到头上都会砸一个洞。你一个小六，今天带他进山了，你下来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都知道绕路啊，在上面经常落石啊，这个防不胜防。这是春季写的对联，大伯写的，这个是我写的吧？是我写的。那现在给他们织一个草帘子吧。你看铁头身上那些粘草子，也容易粘到头发上面啊，衣服上面。你看虎妞这么干净，你现在这么小就野到山里面去了。走走，上去。你一个小六，现在带着铁头带头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咪咪，我听到你叫了，快出来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看你咯，像个老人家一样。这些家伙。铁头还是松了啊，好不到3分钟就要打起来。铁头，你多退一步嘛，这样就打不了了嘛。他咬你，你不还口，你跑就是了嘛。你惹不起还躲不起。现在铁头完全被虎妞压制老实了。哇，这里又被啥吃掉一只鸡啊？给这里拉下去了。快走，给你们织个新家。背那个，背点快啊！别捣蛋啊！特别是你一个铁头，打也打不过人家，还不服输？你有什么不服输的啊？来，干虎妞！这个铁头啊，我看你就是个嘴炮啊，就知道骂。他咬你，你都不敢还口，头收到一边去了。你个虎妞，你啥情况，虎妞啊？你要飞天了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大黄，用厕所子的。厕所都好些嘛，稳当些，稳当些哦。大伯织一个草绳，然后用草绳来织草帘子。以前我们小时候织秋千啊，都是这样织的。不过那个时候是拿几根草了，2根、3根，甚至4根草。大黄，你偷学是不是？听说以前没有尼龙绳那些啊，都是这样织草绳子的。这样一根接一根的话，这样织起来也挺牢固的。哎，别捣蛋！哎，虎妞，我跟你说，别捣蛋！太阳出来了啊！有好几天没见到太阳了，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！
哎，黑妞居然把他的孩子带上来了。你看他在凶大黄。你凶什么？这是狗界，你猫界在这里凶什么？第一次接触啊，这也是正常反应。开始织了。嗯。织双道哦。这边2根绳，这边2根绳啊，这样织双层啊，这样更稳固一点。像去年一个冬季啊，那些家伙都没有扯烂。织好了之后，有一段时间他们就喜欢扯来扯去啊，所以这个也非常牢固啊，有这么厚啊，1把1把的。去年也是这么厚啊，差不多。所以去年冬季啊，冰雪天气，大雪封山，那么长时间。他们都很好的安全的越冬了，就是因为这个草莲子的原因。这么凶啊！你挠我试一下。这我不信你出得来。哇，它还真的从这里一点点缝隙就出来了。你刚才挠我了，虎妞，他欺负我了，怎么办？虎妞，织这个草莲子是有技巧的啊。然后一把草，一捆的话分成2小把，2小把要转个头，你们看啊，就是两边的话厚度、柔软度这样才均匀一致。然后的话再这样一把捆住。缩紧啊，尽量的话就是不要有间隙那种啊，那边的话用脚把它固定住。你们再看一下啊，一把草两边就是把它掉个头，这一步是很重要，要不然的话一边高一边低，一边柔软，一边就是比较硬啊，就这样掉个头。同样的了，重复着。现在我让大伯转头慢一点啊，就这个转头，你们看啊，就是两边都有叶子，两边也有下面的根部啊，这样的话，整个草莲子才是厚度、柔软度，整个才能一致啊，要不然一头大一头小，一头柔软一头硬。它先和铁头拉近了关系。这个铁头有小黑的那点感觉哦。铁头进来有没有去过虫啊？好像还没去过虫啊。这个画面真好。难得有个好天气啊。哇，下面都是蜜蜂飞舞的声音。这是绑的第2道绳子，一个草莲子就织好了。现在就给它铺起来，和去年那个差不多啊。把它铺开，好来，菊花。走吧，走吧。那些家伙晚上都住在这里面啊。又打起来了。岩洞里面本来就是冬暖夏凉啊，然后再有这个厚厚的草莲子，那这样就能温暖的过冬了。去年也是这样铺的啊。然后那几只家伙晚上全部住在这里面，特别是大雪封山那个时候，基本上白天的是住在这里面。进去试一下，狐狸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
别不好意思，你第一个进去吧。黑妞，你又下来了，你的宝宝呢？就是小六没下来，每次在这里就是担心滚石头。给那几只家伙做了一个新窝，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就相当于席梦思了。现在还早啊，还不到2点钟。刚才让大伯先回去了啊，大伯这段时间确实太累了啊。那现在我还要进山去管理蜜蜂，明天见。